劲松只是演个假毒枭，却被1000多真武警抓了。原来破冰行动的抓捕戏是被武警当成真实案件整了，难怪当年看的时候觉得无比真实。塔寨村最后的收网大戏，但凡看过的人都会被那股窒息的压迫感拿捏。这场戏剧组经过正规层层报备审批，一次性调动1000多名现役武警参与拍摄。这里给大家分清人员区别，冲锋抓捕、驻守封路的全部是真实武警，没有演员顶替。村里起哄拦车围观的村民全部是本地群众演员。贴合村落原生态质感，密密麻麻的警用车辆封锁村子所有出入口，重型防爆装甲车停靠村口。除此之外，公安部门调配警用直升机低空取景拍摄，搭配水上缉毒快艇，实打实完成海陆空3方拍摄布局，没有任何特效合成。官兵身上穿戴的防弹衣、防刺护甲，手里握持的冲锋枪、防爆盾牌，全部都是部队现役制式真武器，没有一件道具仿品。整条街巷密密麻麻站满荷枪实弹的武警，直升机在空中低空盘旋航拍，海陆空3方立体布控，肃穆又压抑的氛围，隔着屏幕都让人不敢喘气。这里重点辟谣全网老谣言，剧组从来没有隐瞒拍摄任务。这场1000人抓捕戏提前向公安部、广东省公安厅层层报备审批，所有武警明确知道是影视剧拍摄，不存在被骗执行任务的情况。但是上级下达要求，全程禁止彩排，不告知演员资料，没有固定走位，所有人保持实战警备姿态，动作、力度、战术全部照搬，真实缉毒抓捕标准，没有半点演戏放水。王劲松饰演的林耀东作为剧中最大的头目，自然是重点抓捕对象。开拍那一刻，武警全员进入实战状态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没有丝毫演戏的松弛感。几名官兵直接冲上去，死死扣住他的胳膊，按压在地面上，力道完全是实战标准。事后，王劲松在采访中直言，那一瞬间他心里直发慌，身体本能产生恐惧，呼吸都变得急促。他演过无数反派，从来没有一次拍戏能让他真切感受到被围剿的绝望。镜头里林耀东的慌乱、僵硬、无力，根本不是演出来的，那是人体面对高压管控最真实的生理反应。也正因这场无彩排的实拍，才让这段戏份给观众带来了极致的沉浸式压迫感，直接封神。那为什么剧组要搞得这么较真呢？因为这部剧的底色本身就是一场血淋淋的真实大案。塔寨村的原型是广东汕尾博社村，当年公认的制毒第一村。这个村子宗族关系盘根错节，全村近半数村民牵扯制毒贩毒，村内划分明确的制毒窝点，家家户户抱团设防，村口常年有人放哨，外来人员靠近就会被紧盯盘问。2013年，警方筹备数月，敲定深夜展开博社村收网行动，官方集结3000余名警力，搭配警用直升机、缉毒快艇、装甲车，实现海陆空3方全面封锁。凌晨3点，行动正式打响。装甲车直接撞破村口防护围栏，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监控，封堵所有逃跑路线。可进村之后，抓捕难度直线飙升，村内毒贩提前搭建瞭望塔，数百名村民抱团抵抗，手持钢管、砍刀、砖头围堵警车。部分顽固毒贩甚至藏匿土制手榴弹、易燃易爆物品，疯狂冲击警力防线。民警一边要控制暴徒，一边要保护无辜老人小孩，还要小心排查房屋夹层、地窖、暗格中的制毒窝点。整场抓捕耗时整整3天2夜，才彻底掌控村里。最终，警方在村内捣毁制毒窝点77个，查获冰毒近3吨，制毒原料23吨，抓捕涉案人员182名，其中包含多名宗族头目以及公职保护伞。剧里村民聚众拦车、暴力抗法、暗地制毒的桥段，没有半点艺术夸张，完全1比1复刻真实抓捕现场。剧组为了还原这份凶险，拒绝柔光滤镜，拒绝美化改编，不仅启用真实武警实拍，还照搬案件里的抓捕路线、布防方式。而剧中的反应釜、塑料管道、冷凝桶等制毒器械，全部是警方缴获无害化处理后的真实作案工具。除去拍摄加持，林耀东这个角色能封神，离不开王劲松数十年的演技沉淀和极致打磨。20多岁刚入行时，他没有人脉，没有资源，演过无名死尸、街边路人、小透明配角，没有曝光度，没有高薪片酬，他就常年泡在剧组观察不同演员的表演方式，打磨台词功底，揣摩人物神态。10几年的底层拍戏经历，让他吃透了表演的底层逻辑，懂得把控每一处细微的人物情绪。也正是这段蛰伏期，让他能轻松驾驭复杂深沉的反派角色。很多人觉得林耀东只是冷漠腹黑，实际上这个人物层次极其复杂，既是受人敬重的宗族族长，又是冷血残忍的毒枭，伪善和狠毒并存，人性矛盾感拉满。为贴合人物人设，王劲松主动调整生活习惯，拍摄期间戒掉甜食、重油食物，刻意控制体态，让自己身形消瘦单薄，贴合常年身居村落、心思阴郁的老者形象。他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肢体动作，全程脊背挺直，眼神深沉，自带上位者的压迫感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主动研究潮汕宗族文化，摸清村落族长的处事方式，闲暇时间观察村落老人的神态举止，把细微的小动作融入表演。面对族人时温和儒雅，面对对手时阴鸷冰冷，两种状态切换自然，没有丝毫违和感。就连那场被武警抓捕的戏份，明知道力道过重，他也没有喊停。他清楚，只有真实的压迫感，才能演活穷途末路的毒枭。说到底，破冰行动能成为国产纪录剧的天花板，爆红绝非偶然。它没有悬浮的剧情，只有官方实景加持，真实案件打底，还有实力派演员深耕角色。流量快餐剧遍地的时代，用心打磨的作品永远不会被埋没。